我要请教，就是这个是桂民委员的专业哦，因为最近我看了几份一些国际上的，像是英国国家的这个风险研究公司，它完全是看坏台湾经济了。一些这个学者呢，就评估台湾第二季有3项指标，包括了经济成长率、就业，还有政府的财政，这些数字都会下修。那么更别说像世界银行也发布最新的一个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也就是说，在今年来讲呢，全球是经济成长是5.6%的。他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疫苗施打的进度来决定这一切，会拉大这个贫国和富国的差距。那我不知道台湾到时候会在哪一边？好，这第二个。那另外就是呢，我比较担心的是现在的科技厂哦，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沦陷。那这个病毒其实已经撼动我们的护国神山了吗？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说，才算是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吧。没错，你讲到一个重点，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在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再的提醒政府的行政单位的说，这个事情呢，如果你要部署，还不是超前部署啊，只要你要部署的时候，你脑筋就会想到这个对产业的影响，除了个人的安全之外，你要考虑到对产业的影响。那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已经提到过说，好，那你现在所有的经济的产值的上面，我们都是以半导体还有电子业为主。那大家可以看到最近ASUS的，而且半导体贡献台湾的 GDP16%。没错，所以我们输不起这一仗。没错，所以当时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提醒行政单位说，如果这个防疫的部分，万一有这些移工啊、外籍的人员啊，那移工他如果有任何人有确诊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知道，那工厂不能够 operate 不能够营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它就造成你就没有产出出来嘛。那在去年这次已经冲击到35%的出口值了。对，那你知道在我们去年有统计呢，我们输出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是4几%，4几%。然后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数字，是根据主计总处还有根据财政部关税的这个资料呢去统计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除了半导体业，除了电子业之外呢，我们的传产的部分呢其实是下跌的。那前一阵子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民进党政府还很自豪的讲说，我们去年呢经济成长非常好，我们接下来要看8%多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家记不记得？然后接下来呢，在最近的主计总处它就下修了，它就下修了这个经济成长率。那原因是什么？大家试想看看，本来啊我们就单纯提半导体业好了，本来半导体业呢，我们等于是全球都依赖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就像德州的时候，那时候风雪的情况之下 ，NXP 我记得在节目里面讲 ，NXP 它不是因为停厂，它的水管爆裂啊，所以它不能够。我们那时候还讲说，那台湾的厂商也会受惠于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呢？因为它都会转单到台湾来。可是最近有一种声音说，不要再高度依赖台湾，这样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没错，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说，我们当初怎么跟政府呼应，就不管是半导体业也好，或者我们那时候讲说晶片换疫苗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然后我们再看到说，那你的疫苗的部分为什么不争取能够合作、能够代工等等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到了。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谁？我们提出来策略是谁去完成？韩国对，你们看到韩国办到了啊，韩国办到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想法提出来之后呢，民进党政府不予采纳的一个后果，它的后果就是怎么样？别人去做了，我们的想法别人去把它履行了，你知道，所以你看到韩国呢也取得这个代工跟分装是不一样哦，分装是你取得疫苗之后你把它分开来包装，跟你去做代工，它代工的情况之下，你看像台积电也是代工的产业，联电啊等等它是代工，所以你就能够把你的技术、把你的人员都可以随时把它的技术能够提高到一个就是跟国际的一个水平的相关的，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好，如果这个疫情呢有失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护国神山的位置因为疫情的影响呢，那会不会就是说，将来如果一旦被韩国取代，或者是美国的盘算就是要你到美国，你搬到美国去，是你出走，你离开台湾，对。所以，请问你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节目里面讲说，美国给我们多少疫苗，取决于对它有多少的影响。对，如果是因为美国
别的国家也是啦，它都是国家利益为主。如果对于他的国家是有利益的情况之下，他担心说好，现在护国神山出了状况，所以 IC 不能够 deliver 等等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他就会这个伸出援手。所以现在呢，可是委员我不懂，就是说委员们可不可以去施压？就是那园区自己可不可以买疫苗？可以，园区也在讲说他们要自己买疫苗自救嘛，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台湾的产业，但是政府不准。这个就太离谱，这个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提出来，因为那个我一直当律师当了30几年嘛，哈，所以跟园区的关系其实也很深厚。园区很早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期待你政府帮他做任何事情，他已经期待就是说，你只要让我自己可以去做就好。那我们看到说，从那个筛检的部分呢，政府本来不是也是不准吗？他的理由就是讲说，哎呀，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啦，牵涉到有陈时中到现在都还在讲，他翻来覆去的。你还这个需要有医护人员呢，你不能够没有医护执照的人自己做，很危险。像今天有个委员在问的时候说，那药局药师可不可以做？他说不行哦，你这个很危险的，你这个一定要有医护人员做。我们看到园区怎么样做？园区呢，当你政府已经讲说可以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他就自己跟医疗院所、跟医院直接签约合作，自己自费付钱给那个，然后让医院能够帮这些的外籍的移工呢来做这个筛检。那同样的疫苗也是，我了解的园区的公司。对他们来讲，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愿意啊，他们只要维护他们员工的一个健康，然后呢，能够让公司能够继续正常的营运，他就可以，他就愿意做，所以他根本没有期待说要你要叫政府拿国产的疫苗给他，让他给员工打，他也不敢呢。万一出了什么状况的话，那他不是完了吗？所以他基本上面来讲是期待园区的公司是牵动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命脉，是不是？是，所以我不懂政府在这一块就好了，为什么抓得这么紧不开放？就针对园区吧，护国神山好歹。这个就是你知道政府很离谱的一件事情是，我最近听说政府已经开始，不是现在了哈，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政府才开始去问园区讲说，你这公司呢，如果要让它可以，比如说你的产能够有一半的一个以上的情况之下，你需要多少的疫苗？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听到，就是说他们在整合？可是这个都不对嘛。就像你今天讲到一个最重要一点，今天台湾有1年多的时间，行政单位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对，你怎么会是现在我在整合？现在你今天我上次有讲，因为我们也有去跟那个相关的单位求证啊，你这个Moderna 的代理商呢也讲说，如果你今天才下单，那最快也是明年第3季。对。第1季有3月份的时候，它疫苗才会来。那台湾死多少人啦？对不对？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台湾怎么有办法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行政单位的怠惰无能啊，造成台湾目前的情形。这个也真的就像千惠提到说，也难怪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急啊，急的就是说，如果能够施打疫苗的话，先施打疫苗，不管所以即便这个 AZ 呢是丹麦啊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不要的，但最起码呢，它是一个经过3期的一个那个试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人民呢，曾几何时从一个台湾前烟角末的一个国家呢，变成今天沦落到一个次等的国民，要去接收人家的不要的东西，然后还要感激的涕零的，然后去感谢人家。为什么要把台湾从一个非常引以自豪的一个国家呢，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惨状？委员，你说什么政府不急吗？我觉得政府急啊，政府急着帮国产疫苗赶快解盲。其实就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其实大概就5点钟嘛，在高端会开记者会。那一般预料就是应该就是解盲啦，哦。那政府都已经做到这样了，讲到这样了，不管是小英总统或者是陈建仁前副总统都出来说到这样了，就觉得基本上。反正这一连串就是政治动作，我所谓的政治解盲。可是科学专业告诉你，专家跟你说，像是陈培哲他就直接说了，这不行啊，以国际标准来看，对不对？你这样子，你台湾的医疗到最后会成为国际孤儿。所以我在想说，那连在昨天陈时中都认了嘛，他就是说你拿不到国际认证的国产疫苗，我们确实是有风险。那问题是你这样子不是也白打了吗？白忙一场吗？但他们都知道啊。对，我觉得白打的问题比较小一点，我觉得比较
我比较担忧的是它的 side effect 吧，它的那个副作用。因为为什么你会做第3期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你从这个你要验证保护力。对，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嘛？对不对？用3期。对，那现在问题是说你现在误导了这个老百姓。我们先不讲说它有什么样子，它的安全性也好，有效性，你姑且不去论那些。但是你让老百姓施打了之后呢，他以为这个疫苗呢能够帮他达到防疫的目的，所以呢他可能心情上面也松懈，对，然后不戴口罩啦，不戴口罩啦，然后反而加重了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扩散。我觉得这个就像前一阵子我们一再呼吁，就是说国外，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的这个防疫里面呢，事实上是有黑数的，因为有黑数，让老百姓呢心里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忧虑，没有那么那个担心，所以呢，你很多的保护的措施呢才会因为你的这些的这个黑数的产生呢误导。那我们的行政单位呢，我觉得行政单位自己知道有黑数，所以他不是被误导，他是自我麻醉。因为他自己麻醉了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呀，没关系啊。然后甚至于台湾，我什么事情的防疫的措施我都不用去做，我跑到海外去做大宣传，然后做这个装置的艺术，然后在上面讲说我可以帮助你们，台湾 can help。但问题是说，这些的动作在今天来讲，我们重新检视之后，都会看出来说，你台湾变成因为你的这些民进党的这些的不成熟的作为，反而变成一个国际的笑话。如果你去看国外，不管是 CNN 也好，或英媒的报道啦，各个国家的报道出来之后，你把它汇整之后，你会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大半辈子，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科技岛，我们今天居然所有的声誉毁在于民进党的手里，让全球看台湾从一个科技岛变成一个笑话。而且问题是在疫苗这个，你说疫苗外交战、疫苗生存战好了，我觉得怎么会沦为说 AZ 疫苗现在是你丢我捡啊？对不对？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对，真的是很可怜啊！所以我刚刚前面才讲说，当初我们台湾的人呢，我们的中小企业拎着一纸皮箱走天下，然后把台湾到今天为止打造成一个科技岛。大家一讲到台湾的时候，就讲半导体产业，想到的就是台湾。这个我们台湾的一个优势，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地位不保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真的很令人担忧。等会可能就解盲结果呢，稍晚就会知道了。可是我刚刚一再强调说，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政治解盲，所以政治解盲越解越盲，相关的争议呢，我想说绝对还是会持续下去因为你3期没做就是这个样子，你质疑就是不断。那其实你长远来看，你就是陷全国人民的健康与险境，不是吗？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是说，很多的行政单位的政策呢，它必须是要我们讲说政策的错误呢，其实比贪污还可怕。比台湾还可怕。你看到我们从防疫也好、纾困也好，一路以来所有的政策呢，都是杂乱无章，然后连院长也好、陈时中也好，或者各单位的主管，他对于我们委员问的问题，委员问的问题其实都已经是汇整起来了，都不是新创的问题，你都会知道他没有办法回答，你会知道说他完全不进入状况，怎么会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拿人民的这个高薪，他到底是每一天在立法院不是在行政院，他真的是在那边做梗图，然后只想去消灭他的这个敌对的党派而已嘛？他的所有的心思全部都花在这上面。像昨天的那个质询啊，质询时间那么宝贵，像国民党只有16名抽签才能够抽到才能上场。我们看到陈柏惟把时间花在哪里？他把时间花在说。要不要向中共求偿？然后连苏院长都傻眼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政治上面，而不把它放在实际上面对人民有利的事物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呢，恐怕真的对不起我们的下一代。